敢再来，我打死你啊！说吧。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把材料都要过来。哦，是李队长，怎么才回来呀？皇军把八路赶到山来去了，太远了。哦，等着，我给你们开城门去。 太君，哎，太君，哎，来，喝口水，太君，哎，来，哎，喝口水，哎，别动，对，行动。别动，安全方向，不许动。 很快，跟上！向团长，李教育，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走。保护好刘教育，团长放心。带路去兵站。哎，好，长快点，别急。哎，太君。张大队到，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好，能不能先从说两句啊？说的不好别见怪啊。当了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 啊！这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啊！smash！ 好，蒋团长，打电话问问什么情况？是。 电话线断了。真他的是你不兄弟摩托嘞！团长，去看看嫂子孩子。不管怎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是，太君，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让士官先走。嘿，小心，小心。 小心！哎，混蛋！张大力到，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小队，别让他们进来。小心太君，外面太危险了，不能出去。好きだ、いつに戻るんだ。危ない。还是那个，看看还是小队长，走就出去了。小太君，快走！哎呀，这个臭小子！一连长到，差不多行了，再装飞车呀！啊，赶紧撤离。在，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明白。哎，同志们，出发！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联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我同意。好，同志们，打益州！是。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你没事吧？太君，没事吧？枪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総統部隊の兵隊だ。各部，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问。校長の連絡途切れだ。何かあるかな。おどけ。今監視のが我が軍がすでにこの地域敵の主力部隊を抑えた。抵抗の110した中に挺身地帯もある。その後ろ6キロあたりに岡沢連隊相当している。もう逃げられないぞ。敵は逃げられないように我が軍再攻撃準備し、フラグラの前でこの2の部隊を全滅させろ。政委，范总，没事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还好，敌人一直把我和3中队当成药物室的中队打，现在还有5多个能战斗的。我看敌人集中兵力在攻打你们，就派人支援你们了。弹药快打光了，后面的地形也不利于坚守，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坚持到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分散突围。城里那边怎么还没动静？我估计湘军他们已经动手了，只是鬼子现在还舍不得放弃对我们的攻击。報告します。好嘞。黒木、なんで来た？昨夜、敵の主力部隊は工場に攻め込んだ。留守部隊は全員戦死。警備の4中隊、救護中隊、警察部隊は半損し、総統作戦の臨時兵隊も爆破され、武士を全てを失い、軍用無線機と郵便局も。その話。校長殿、敵はもう撤退した。小野大尉と長次兵は残りの兵力を集まって僕に投入した。今支援してほしい。敵の人数、番号、どこにいた？敵は1000人以上と推定されて、115番の同立部隊と挺身したの強盗作戦だ。今行方不明でした。あれね。お前ら応援せんでけえの。我が軍は本質何者だ。村田長官、私は調べたけがみんなそう言います。調べたって？お前は戦場にいなかったの？とんでもございません。小野大尉と長次兵も見てなかった。この件についてはまた報告します。はい。カット中隊はすでに攻撃準備が整っておりますので、直ちに攻撃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大佐、予算本部から連絡です。読め。敵軍の主力部隊は大戦に飛び出し伊州を包囲していると。伊州は飛翔地帯に陥り、村田連隊は敵本隊を囲むために直ちに帰るようにと言いました。マジだよ。いや、敵が我が軍をわざとこちらに引き寄せてきた。将軍、伊州援護しろ。いや、しかし大佐殿、敵を乱すのがいけません。奴らはすでに支えきれない状態ですから、ぜひ最後の突撃を生かせてください。今度こそ必ず奴らを全滅させてきます。よし、俺は先に出発。
お前に指示がやる。砲撃隊、特殊砲弾隊、我们新四队。好。现在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快，通知中队长，别人上来了。是。小心我，鬼子上来了！注意力，把鬼子放进来打，撅子的。放松，坚持一下。放松，没事的，没事的，同志。没事吧？放心，我在政委，坚持。啊，我有事，不了啊。好点睡。 マスク用意。はい。部隊。迎宾。不好！敌人使用了毒气弹，预备队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卫生员在，给我准备湿毛巾，救助前沿阵地的朱子登同志。是。对，加料的。好。走，同志，给政委。好，再点水壶。是。这片河山故事长，我书卷微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梦随风扬烽火，中我只能硬币为枪。 下响起那熟悉的窗，娘爹的期望，世间人的墙，书信里藏泪光。儿啊，你何时归？这问题，我比谁都更想。 我曾誓言要为这片土地洒热血谱山河，我曾誓言要为这片土地也要挺到底，为这片土地咱至最后一刻。我的故乡，那升起的炊烟。
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甩！不让！甩！那条河边倒映的日月，是我梦中不变的牵挂。想起那熟悉的窗，亮的叮咛，低的期望，世间人的墙，书信里藏泪光。儿啊，你何时归？这问题我比谁都更想。我的故乡，那升起的炊烟，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我的故乡，那条河边倒映的日月，是我梦中不变的牵挂。月光下，想起那熟悉的窗，我的叮咛，你的期望，世间人的墙。书信里藏泪光，儿啊，你何时归？这问题我比谁都更想。我的故乡，那条河边倒映的日月，是我梦中不变的牵挂。政委，路径用光了，怎么办？从鬼子来着，把八个人都摘了。是啊，现在就从这里的，现在的，现在。没事吧？各单位，找些清水清理眼睛、口鼻。是。老周，你怎么样？我给你口罩呢。没事儿，没事儿。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怎么能随便拿首长的口罩呢？你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副支队长，副支队长，讲，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日军全部撤退了，返回现任方向。小田さん、徹底的に敵を照らさないで実に小林。敵の牽制は待って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します。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奴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まず殲滅すべきだ。さあ、山田、お前に200の中隊任せ。で、
ラ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はい。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编1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4中队还是完整的啊！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怎么，泄气了？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滇池旧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边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没事吧？卫生员，卫生员，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毛病，他们没有要干着急。报告，讲，后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声援不明，好几百人。继续侦查。是。兄弟们，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松他们怎么样了。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但愿挺进支队安全吧。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送一点煎饼和草药。好，我跟你一起去。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王玉他们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先。你在这儿负责吕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儿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鬼子不会行动了。好。部队跟上！你们2支小队分散警戒。这位是刘公子百松副支队长吧？是的，我是刘百松。我是27师师长季梦龙。幸会，齐师长。这位是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密，你好，齐师长。周县长，你好啊！顾城县的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的毒气弹熏了一下。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不大劲的，老毛病了。季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3天3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退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季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百松副支队长，周县长啊，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啊，可是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峪，我们回白石村。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峪让给他们吧。这个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好。調査、前方に敵の2つの敵部隊が発見されます。2つ？1つは天津市での戦闘で200人以上です。今は白石村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もう1つは小笠原連隊の包囲務から逃げ出した重慶軍で800人以上があって、多くの家族や子供を連れており、松山峪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のが2キロです。2キロ。中佐、奴らは負け移動で追いかけて全滅します。いえ、部隊を軍事で待機しろ。成功は続けて前へを偵察しろ。老伯，小朱啊，来来，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哈啊，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处长放心，乖。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好。哦。哎，夏生，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山峪。为什么呢？那里更利于防守。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好。张局长，哎，回来了。杜神已经慢着。张局长，你慢跑，你慢点，慢点。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区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区长了。张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呗。杜神医，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来啊，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啊，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好，来拿着吧。谢谢杜神医啊。啊，偿还，区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俺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你讲得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嗯。中佐、白石村も合意しました。村の西と南2つの工事に敵の班が1つがいる。攻撃部隊準備をされました。松山峪から頼りがあるか。通信の報告では、有利の地形が確保され、いつでも発砲開始できます。今回は夜間基地を仕掛けるんだ。部隊は待機して市中まで午前2時。他の準備をせずに白石村と工事1箇所奇襲しろ。はい、
松山裕はどうですか？彼らに伝えろ。銃声を合図に孫仙宇を砲撃して大規模攻撃の捕虜をしろ。驚かせてやれ。白石村チームの像を阻止しろ。はい。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进村那是很危险的。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你呀，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人家是。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进支队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别在我背后说话哈！你看，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还能熬不垮。学长、队长，有情况啊！峪口小高地上发现鬼子兵，多少人？有5、60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6个子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排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没有，没有。家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呀，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地图。那这个挺进支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不，老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你先别急，你让家生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家生。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你有什么想法？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10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家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梦龙，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对，区长一点就通了。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家庭小队来对付齐梦龙。只要齐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白石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如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家生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对，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我认为，2位区长，你们2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
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就这样办。出发。周政委，巡逻队发现敌人。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你打算怎么办？我派人加强了2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2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龙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实在不行，咱们也学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是。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是。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战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哼，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报告师长，说共产党故城县1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有请。是，里面请。哎，齐市长，我是1区的区长庄旭峰，这是副区长王玉。你好，二位久仰大名了，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我先问一下，齐市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哈。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哈。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儿，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哎，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2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
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2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统治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王宇，你先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齐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齐师长，2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加强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啊。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齐师长，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白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这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它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第二，它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齐师长，尽快决断呀！齐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这儿。齐师长，别再犹豫了。季风，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加胜他们。走。王岳，王副区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嗨，师长，陈参谋长。2侧山头的2排按兵不动，留下1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1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4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带队就行了。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的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王宇，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加胜的联络。收到。走吧。走。就是松山峪の方で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措置は準備できたか？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6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合図にしてくれ。直ち白石村に吸収せよ。はい。卫兵，到！去前面，把庄区长给我叫来。是，走，走，走，就，走，就，齐师长，你找我。庄区长，松山峪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停止前进！什么情况？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前排伤亡惨重。有多少敌人？人数不多，大概有1个小队，但火力很猛。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这兵力不足。前面人，排1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是，所有人集团队，跑步前进！快！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損なった。長官、チムノン軍が増援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退くな。はい。
酒井。はい。命令別出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部の方に向かう。はい。子秀。は。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派遣してください。孙玉林、李少棠、杀速行动开始。以上。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戚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丈，还个8分还是能做到的吧？周书记，老周，你这戚师长，你过谦了。周书记，喝点水。来，喝水。报告师长，说，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跑了几个为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干得好！王玉呢？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戚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你说，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2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以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固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固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股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僧头固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戚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戚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那太好了。据了解，这股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70、80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固，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柏松副支队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詹团长，好，6个连1个骑兵排都交给你，统一听柏松副支队长的指挥，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肃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是。感谢戚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答定了。邱家胜，到。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固。是。周书记，周书记，喝点水。你喝点水。周军长，你怎么了？让你老赵，周书记，周书记，老赵，周书记。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啊？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7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5团，占领松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他们。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既然统一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这山下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答应他吧。答应他？要不然咱们全完了。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110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
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骑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到时候，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你下个命令试试，看进来的人是毙了我还毙了你？你把他们都收买了？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骑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呀。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那是肯定的。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精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連隊長、敵が迫ってきて、天津部隊と見物の残党は移動されました。援護部隊は半地完了。命令、素早く戦闘区へ向かおう。はい。長官、敵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遠くへ急ぎました。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イボ。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戦闘区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はい。足で進め。はあはあ。师长，师长，怎么了？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这个卖国贼，他居然公然投敌！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手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收编。命令两侧山头2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个小时。是。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舰向后山撤离。是。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柏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是。敌人放弃占领省头部了。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下村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2位局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下村的阴谋。先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你们看啊，
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想的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对，如果这是山下聪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李先生，现在又怎么办呀？军事上我们听你的。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柏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其实北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聪，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这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行，齐峰，我呢跟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好，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好。师座，师座，前面山沟遇到了敌人阻击，山顶上膛的部队。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传令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是，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傅宇，到，打新火弹，干！命令！敵弾の分隊、敵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はい。出ろ、これ！これ！酒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演弾を投げつけてくれ。雷弾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現在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演弾なら同じく一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阻击弹！阻击弹，快撤！快撤！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大嫂，王玉，你怎么来了？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当然是跟战斗有关。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我们在森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津浦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的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聪的战斗。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白松，真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打起精神！弟兄们，攻势继续加高！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看好他，看好他！周县长，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这两股汉奸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他们没有互信。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李师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如今你走到这步田地，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官衔不变，待遇比原来更好。徐师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师长？你呀，还是过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儿，谁能管得着你呀？你是要地盘有地盘，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的条件好，我起码我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人投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少棠，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我也这么想。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少棠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说。王玉。家长，啊，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
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村。现在怎么办？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去找齐凤。好。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那齐梦荣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队里出生，金银窝子里边长大，经过讲武堂，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堂。这个李少堂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就是啊。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堂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的吧？这，嗨。李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里，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堂，等咱们一起把李少堂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好，那李少堂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那，你回去跟齐师长说，齐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地盘，啊，吃香的喝辣的。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我这样够意思了吧？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我说你这帮人啊！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李字儿到这写。